我刚经历了一场温泉文化大战，气到差点不泡了。来，我是 Alan， 到野海世界的温泉北海道篇第3集，最北边也是3部曲的最后一集哦。那我们前2集都去了很漂亮的野汤温泉，然后在台湾我们叫野溪温泉呢。那今天呢，一样，我是温泉控，一定要把温泉泡好泡满。我们要到北海道的最东边知床国立公园，那边连日本人都很少去，然后外国人更不用讲，开车啊这样子，来回要8个小时起跳。对，所以那除了这个很远的温泉以外呢，还会去一个冰上村。北海道这里啊有一个湖。它在冬天的时候会结冰，结冰的时候呢，在地它以前会有一个敬神的仪式，就会在冰上盖冰屋。久而久之，它现在已经变成一个观光化，就是到冬天的时候会有一个冰上村，只有冬天才会存在的地方。对，就存在大概2个多月。重点是它也会接一个温泉过去，冰上有个温泉，一定要去看一下。泡温泉了，好冷啊！好，走，太冷了。出发，今天是北海道自驾的第3天。北海道真的很大。我们从东部的驱邪路湖要前往更东北的知床半岛，地图上看起来一小段，开车却要2个半小时。听说那里有一个被知床半岛原始森林包围的露天野汤，开阔感十足，随着季节变化而呈现不同风貌。现在是雪季，想到可以在雪地里露天泡汤，2个多小时的车程，感觉就还好了。开在道东的郊区，一路上没什么建筑物，冬季白白的一片。开着就对雪国道路上的设施开始感到好奇。首先是垂直型的红绿灯，雪国冬季风雪大，一般横式红绿灯的顶部容易积雪，垂直型红绿灯因为顶部面积较小，雪不容易积太多，能让用路人更好辨识到底红灯还是绿灯。再来是头上的箭头。这一排架设在路边的红色箭头也称作施雨根，所指的是道路侧边的界限。当乡间道路被白雪覆盖，就需要参考施雨根，以免冲出道路范围。另外是这一大片在路边的挡板，叫做防雪栅。本来不知道有什么用，后来下大风雪才发现它可以借由角度来挡风雪，或是让吹雪分散，不易积在道路上，是粉雪多的北海道才容易看到的设施。最后，在有些坡道会突然出现隧道，很容易理解是要防止路面积雪结冰，减少斜面打滑事故。驾驶在郊区，风景枯燥，有点乏味，但体验不同地区的道路设计也是蛮有趣的。开了一段路后，我们看到海了。知床半岛是日本北海道东北部的一个半岛，突出于鄂霍次克海。有点难念。1964年成为知床国立公园，在2005年以位于北半球，并且能够看见浮冰的最南地区之一，正式登录成为世界自然遗产。我们今天要去的露天野汤熊之汤就在知床国立公园里面。近年来，透过大规模的 DNA 调查，推算出知床半岛内目前有400到500头棕熊栖息，是野生棕熊生存密度极高的区域，所以这个温泉会叫熊之汤也就合理了。沿着海岸线开，一直看到远方有一座大岛，还有浮冰。我们快要到罗臼之前，开到海边休息一下，可以看到远方跟一堆雪山遥遥相望。查了一下，那边是国后岛，那边是俄罗斯在管的，上面还有军队，但是日本宣称这个岛是他们的，蛮奇怪的齁。而且接近国后岛的海域啊，那个海面上都是白色的，应该是都结冰了齁。那边又在更北一点，继续往罗臼的方向开。罗臼是知床半岛东边的渔村。这里渔获很多，以罗臼海带最为出名。我们要去的熊之汤就在罗臼渔村的后方山坡上，一转向山的方向，一层又一层的雪山映入眼帘。这是什么瑞士场景吗？国家公园的感觉直扑而来。哇，我要在这里泡天然温泉耶！日本的旅游网站上说，熊之汤原本是在地的渔师在忙碌了1天后放松身心的温泉，如今已经成为吸引来自全国各地隐秘温泉爱好者的热门景点。这个隐秘温泉爱好者是在说我吗？熊之汤以前是男女混浴的露天温泉，1978年才盖了女性专用的汤屋，女生可以从汤屋内的一道门进入男生的露天浴池。可以男女共浴，但也有点勇气吧。而男生这一方面是不能进女生汤屋的哦。耶，这是本趟北海道之旅的
最后一个 highlight 熊之汤，前面来的货车司机大哥们看起来都是刚工作完，然后提着一篮他们要盥洗的东西，就这样轻装过这个桥，然后等一下就会到了熊之汤，很美耶。出泉的温度是69.5度，会很烫。那在地人呢，他们知道怎么去调整。然后我来的时候上网就听说这里规矩很多，就是你乱搞的话是会被骂。然后我刚刚车子停的不是他的意，就叫我转方向了。我还没有走到温泉就已经感受到这个。他应该是担心你会往下滑吧，因为这里是斜坡，不是吗？哦，他是这样担心吗？对，那我把他想得太坏了。我们通常停车也会这样嘛，跟山坡是垂直的。他希望我横的，车子才不会滑下去。等一下，你们脱衣服都是交朋友的真心时刻。可是我跟他没办法聊天。我只能跟他讲一些汽车品牌，Subaru、Suzuki、Toyota，我都念Subaru。哈 ，OK。我们螃蟹走好不好？要螃蟹走哦，真的会滑呢，好可怕哦！这熊之汤的牌子已经被雪覆盖了。好，那我就进去了。我刚刚稍微看一下，里面包场。Hello， 我现在已经在女汤的更衣间里面了。它这个基础设施用的非常好哎。然后我有确认过这里面没有客人了，所以我稍微带一下环境。那等下就不拍喽。噔噔，这就是今天的熊之汤，它是乳白色的温泉，然后泉的温度非常高。哦，这里有一个炉子，隔壁就是男汤了，听得到他们讲话。各位，这个超爆的。这个应该有50几度哎，听说这里有特殊的调温泉的方式，但我真的找不到哎。这个蓝色的管子水量超小，但是它是算常温。我觉得它水量小到跟这一池融合是没有时间融合到舒适的温度的。好烫，我的脚趾头不能露出来，没办法，太烫了。好啦，真的很可惜，没有真的泡下去，因为女生这边少了当地人做调节的动作，然后我外地人我真的不知道那个水要等多久才可以适合全身泡下去，所以呢，我也算是有来了，好不好？我有碰到熊之汤的乳白色的汤，泡下去一定很舒服，而且蛮香的。那可惜没关系，尽力了。等一人出来。哎，各位，我刚刚经历了一场温泉文化大战，我刚刚气到差点不泡了，是我用了一点智慧化解了这一切危机，你知道。刚刚那温泉真的很棒，非常烫，46到47度。那泡完以后，我现在穿短袖都没关系，现在0度哎。刚刚这个熊之汤，知床国立公园里面的温泉野溪温泉熊之汤呢，在地人的澡堂。那我遇到呢，就是这些中壮年的老先生们，他们都会拿一个提篮，就是要来这里洗澡了。他们提篮都长得一样，沐浴乳跟洗发乳也都同一个品牌，几乎同一个品牌。然后我看了一下，我想说，要毕恭毕敬一下，因为我看到很多人留言就说当地的规矩很多，所以我就衣服脱了，慢慢的走进去跟他嘿嘿嘿，结果马上被叫住。我想说哇，怎么了？现在是怎样？我看起来很脏还是怎么样吗？我都还没到池边洗，对。他就用日文跟我讲，我说抱歉，我不会讲日文。然后他就比了一下毛巾，没有毛巾不能进去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我毛巾放在车上，但是我要穿脱很麻烦，我就穿着短袖冲到车上。所以我刚才回到车上来拿了毛巾以后，我又重新脱了一次衣服，然后拿着毛巾跟他比说，你说 OK， 然后他说 OK， 然后就下去。接下来呢，他又叫我一定要拿水瓢，本来就要拿，但是我忘记了。好，我去拿水瓢以后，他就跟我说要先冲身体，然后我冲完我还很毕恭毕敬的跟他说，是从这里下吗？对，我刚忘了讲，那个时候我刚走进去，他说这个毛巾 OK 的时候，他还指定我要在哪边，他指定说你去那边。我觉得我的姿态就是表现得还不错，所以后来我们就化解了尴尬。我跟他说是这里下去吗？他就跟我说下去，然后我就下去了。哇靠，超烫的，但还好，我野溪温泉泡了这么多年，多烫了都泡过，46、47度，配这个温度还是可以的，我就这样做下去。他可能会觉得外地人会觉得太烫，但是我就一脸镇定的做下去，做了非常久，我应该得到了他的尊敬。你赢得了尊重，我真的赢得了尊重。然后我泡完以后，他就第一次跟我讲英文，他说 wonderful， 一个老先生跟我说 wonderful， 我就跟他说 wonderful，
very nice wonderful onsen。我起来以后，他就开始想要跟我讲话，他应该问我是哪里人啊，跟他说我是台湾 nese， 然后说哦台湾，场面就变得比较和乐这样子。很抱歉，我没有办法带到任何的影像画面，因为太多人了。那现场呢是一个有点乳白色的汤，那有一根热水管，那一个热水管应该超过65度，很烫。那有2根冷水管，那在地人他们都很有经验，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要把冷水移开，什么时候要再加进去，所以温度都调在大概45、46左右。那在地人呢会在那边洗澡、洗头，他们甚至在温泉里面刷牙，他不是在上面刷，他直接在温泉里面刷。最后这个老先生呢还约我说，你没有洗发乳，要不要用我的？他邀我跟他洗头，你知道吗？我蛮开心的，到这个日本的北边的天涯海角有这样的泡汤经验，我很开心有这次的经验。虽然真的好远好远，我们开了好久的车，可是我在这样的国立公园有这样的体验，是我人生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勾。这样，台日温泉外交成功，我没有让台湾人丢脸。你那边如何？我刚刚已经充分的拍了女汤，因为女汤就是我包场，满心欢喜的要下去泡，然后我摄影机就架好，想说我就拍一小段我进去那种很舒服的感觉，那个汤一看就是 No.1 的，但是呢，我的脚趾刚插下去，我就后悔了，有够烫。我刚听你才知道，男生有2根水管，女生只有1根，那一根那个水超小，绝对是没办法短时间内降到一个舒适的温度。我断然决定穿衣服回车上。我觉得在台湾要怎么样？要先锻炼自己有能力泡到45度的身体，没错，再来日本。没错。那我们这一集呢，除了这个温泉以外，明天还有一个只有冬季才会出现的温泉，明天再说。我现在要开4个小时的车回去我的住宿，真的很远，走吧。现在是傍晚时刻，野生虾一路都跑出来觅食了。晚上我试着开了一下山路，真的不容易啊。在北海道的雪地开车过弯，要练习换挡降速，避免踩刹车会打滑。上一次开车换挡是考手牌驾照的时候，这得要好好练习才行。另外，分享一下北海道的冬天小知识。过夜的汽车也不常拉手刹车，因为太冷了，会因为露水结冰而无法解开，有时候要等半个小时才有可能退冰。最后一个，北海道的居民下车去便利商店是不熄火的，车上1个人都没有，车子的暖气不会关掉，这样上车时才能马上回温。我好几次去 Seikoma 观察，大家真的没在熄火。好了，现在我只想回民宿洗个热澡，温暖的窝着。笑死！民宿要我们自己登录，要录个影，帮大家开箱一下，这是我们今天的住宿。好，首先呢，这个老板他非常多的柴，有大中小的选择，看得出来他是一个爱柴的人。这个手套跟我是同一个款式，我溯溪都戴这个。进门，这边是厕所，重头戏，这里是有暖气的房间。那刚刚看到那些柴能怎么样呢？你知道吗 ，Alan？ 是因为那个真的可以烧柴，它是认真的柴炉，但因为老板说他不在，所以没有办法教我们怎么用。那个各位也不用担心，我们这么晚 check in 已经有暖气开好在等我们了。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合适空间跟住家空间，这应该可以睡起码10个人吧。然后这个空间全部是通透的，可以在里面玩抓小倩的游戏。厨房，超大厨房，然后我们今天可以洗衣服了哟！竟然有一个如此现代的浴室。我刚出去一下，早安，先早安。刚出去一下，雪超大，上雨。北海道人说还好，我带大家去看一下。车子直接被掩埋，这是我们昨天来的道路，它本来有一个坎，全部不见了。然后民宿前面有一个台阶，全部不见了。穿完鞋子我来除雪了。哇，很深耶！哦，疗愈。然后车灯可以用那个刷子那边刷。车灯用刷子，对啊。下去。还是换我来。
看不下去了，对不对？看不下去了。哇，好香哦！哇，马路嘞，马路不见了。哦，好疗愈哦。OK， 我要上车了。今天要去的地点是燃别湖的冰上村，它是一个只有冬季才有的村落。然后我刚刚要出发之前呢，他写说暂时关闭。他说活动期间会依情况调整，然后就昨天就最后一天就关闭了。今天3月17号，昨天3月16号直接关闭。可是我出发前我是看到3月底都有的。啊，没办法，北海道的雪太大了。那边就是要雪大才好玩啊！啊，人家就不开，你怎么雪大才好玩？铲雪车哎，好帅，好大台，好可怕。北海道是有可能因为雪太大会放假的吗？就跟我们台风一样。这样你可以释怀吗？现在正在台风。好。Put your lips on mine. I love it when we hide in the pale blue sky, floating on cloud nine. Do you feel the winds are turning round? 状况怎么样？冰屋都还在啊，温泉也在那边，但是它没有营业，应该没有。哦，这个封好了，我去那个收费亭看一下，这就是冰上屋的收费亭，今天没开了。我一直被这个雪打脸，就跟那个雨水打在脸上一样哦，现在好冷哦，站在外面一下就受不了哎。这就是冰上村。哦，现在风超大，哇，没办法讲话。然后那个就是温泉，这里就是温泉。哦，这个就是拉温泉的管线。我什么都看不到哎，我眼睛睁不开。我们回车上，走了啦，走了。哦，才出去1分钟，好冷哦。好，还好车上有暖气。我们这个冰上村的计划呢，原本要在这边泡汤。然后它里面有那个冰屋酒吧，要来小喝一杯，但是这个计划完全都行不通，我们就把目标放在雪国的生活，再看看会不会遇到什么野生动物。刚刚遇到狐狸，野生的，很棒哎，好漂亮哦。好可爱哦。To earth, it's just as good as up there. Gonna keep you near. 我们这个北海道之旅要进入尾声了，没错因为 Alan 他明天的飞机。对，那 Amber 要继续留下来他的滑雪精进之旅，之后也会拍他变厉害的影片，大家期待一下，应该会蛮好看的。因为是去一般人不会去的地方滑嘛，野雪，然后我觉得北海道很棒哎，很好玩，就是我一个超大的心得，这里根本就是一个大型的野生动物园。没错啊，我们看到好多虾夷鹿哦，虾夷鹿，然后虾夷鹿啊，最长可以到130哦，体长，听起来没有很长，可是比奈良鹿还要长了啊，是大只的，是。然后我们还遇到赤狐，什么东西？狐狸。哦，狐狸哦，就是我们刚刚拍的那个狐狸嘛。对。哦，它叫赤狐哦。对。OK。还有北海道虾夷雕。哦，虾夷雕，有一点就是雕类啦，有点像黄喉雕。然后我最惊喜的是昨天晚上开夜市的时候看到2只狸猫，很像换太子那个狸猫。哦，对了，好，就2个人像老奶奶、老公公这样，就是驼着背，然后小小只的过马路这样，超可爱。然后一个冷知识。在北海道，如果撞到鹿的话，保险是不理赔的哦。虽然这趟旅程有一些遗憾哦，就是前几集有东西没吃到，然后有想拍的没拍到，但是也拍了很多意料之外的东西，这样子。好，那我现在要去车站，明天我就要飞走了。期待我的滑雪之旅，野滑。好，就先到这里喽，拜拜。好，送你离开。喜欢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、IG 收尾、拉也还有问题都私讯我会回。这次谢谢上玉，就是开车载我们哦，连续好几天，每天都开5个到8个小时，
而且他的那个北海道有开车的 tempo 跟技术，这不是一般人可以训练的。这边我觉得要特殊的驾照。他路况多差都是笑笑的在开，然后他现在快冷死了，我们走吧，拜拜。走吧。好，拜拜，台湾见。